嗨各位，我拍这支影片呢，主要是想要跟大家分享说我是怎样治疗我的椎间盘，然后希望可以帮助大家，给大家提供参考。那我会分成我的病况解说，我怎么治疗，然后还有我花费了多少钱，这些我都有提到，然后会分好几步来给大家看。OK，那我们就开始吧。那首先呢，我先说我现在的年龄，生理年龄，我都说生理年龄，24岁。那我椎间盘出现问题的时候是在我22岁的时候。那我那时候是大4，对，没错，我那时候大4，发生在2019的9月的时候。有一次在慢跑的时候，我就腰去闪到，那就像电到一样。但是在那个当下，我是不以为意，我想说哦，可能就腰闪到，然后回家休息1个礼拜，大概就好了。躺平1个礼拜之后，我腰就没有什么症状。但是在接下来2019的9月、10月。11、12，接下来这一段日子啊，我要做专题，然后我有去做重训。那我那时候就发现说，我怎么久坐不行，腰这边，我的右腰这边会酸酸的，然后久坐没办法坐超过1个小时。那去做腿推的时候，还有做股四头屈伸的时候，这种器械训练的时候，我姿势没有跑掉，朋友也说我姿势对，发力对，但是我的腰就是会右腰这边会特别的酸痛。那就这样一路到了2020的寒假。那我那时候其实也没有想太多啦，我2020到了寒假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腰这样一直酸痛下去不是办法，那我就去看医生。那时候医生第一次看医生的时候，医生说就看你这没有啦，没什么东西，就帮我这样东瞧一瞧，东就抬腿这样拉一拉什么之类的。然后那时候他就说，你还这么年轻，不会啦，不会是什么椎间盘的问题，没有什么，就是简单的肌肉发炎。OK， 那就帮我开止痛药、松弛剂，让我回家去吃。我吃一吃，对啦，止痛药吃下去确实有效，就止痛没感觉，松弛剂就放松它嘛。那吃的药是真的有效，但是当你没有疼痛之后，反而是危机的出现，因为你感受不到痛，你就以为你好了，事实上是每况愈下。好，那再来就到2020的3月，那时候我就要去公司嘛，那时候我是大4，那我学的是飞机工程系，那我就去航空公司做飞机修护的工作。那因为我是实习生嘛，那我所做的事情也就是帮那些大哥帮忙，比如说把飞机的这些零件啊、盖板啊、外面的东西这样子拿来拿去，然后帮忙去锁螺丝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反正就是算是劳务上面的工作。那一整天这样子下来，有时候加班加到做完，差不多花了12个小时的时间在公司里面。那就变成是说我得一直这样弯腰负重，然后又要爬上爬下。其实那时候我每次回到家，就是常常这种很长时间工作下来回到家之后，我的腰是特别酸。那时候也仅止于酸是酸在这一块，就是我右腰这边，我就反正腰整块都会酸嘛，但是在这一个点，这个点，脊椎这边特别酸。那时候。特别酸的情况下，我又再去看医生。那时候医生就帮我照 X 光，那医生就只是说，你这椎间盘突出，所以你要去开拉腰，去做拉腰，就开拉腰给我，所以就不外乎就是去拉腰、热敷、电疗这3种嘛去做。但是那时候我心里就有一个问题说，你就看 X 光，然后你就这样手比个2下这样，你这个椎间盘的间隙有跑掉，所以说你要去拉腰。就是我是觉得啦，他那个拉腰开就开错了，因为事实上我不是椎间盘的突出，我是破裂，但是他就这样比一比，就说间隙过，咱要拉腰把它拉开，然后我就去拉腰。那我拉腰我很认真，我每次下班几乎快要就每次工作天，每次下班之后有时间的话，我就跑去热敷电疗加拉腰，那一路拉到20几，从原本好像几公斤啊，10公斤拉到20几公斤这样子。那时候体重是66，好就这样拉下去嘛，就变成是说我每天。白天工作的时候，我一直在做弯腰、背后 compression， 因为负重嘛，压力这样子。然后还有对，就这些。然后又长时间下来，就早上都是做这种弯啊、压、弯、压。我的椎间盘，我现在是说我椎间盘里面的结构是这样压、弯、压、弯的动作。然后到了晚上，我反而是要去做 tension 拉伸，那就变成是说我每天我椎间盘都这样，然后就这样。完蛋，每况愈下，所以我后来拉腰，差不多拉到10几公斤、20几，接近20的时候，我就觉得奇怪，那样无会好，
就是这个腰怎么会一直这样？好像也没比较好。但是那时候我还有一直在吃止痛药，一直在吃松弛剂，然后又贴布，又擦一些药膏，哇！所以你看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不当的姿势啊，然后错误的诊疗、错误的行为，最终导致我在2020年5月份的时候，我有一次做完，回到家之后，隔天睡起来，我下床还可以啊，我就发现哇，贵州排尿尿。我那时候下床我印象深刻，就是我这样子下了，就是这样床，我这样下了床之后，我得用眼睛看我的地板，我才可以知道说哦，我踏到地板了，因为那时候是脚很麻，然后腰又痛，就是我得这样子确认，我这样子，我脚麻到已经没感觉哦，我才知道说哦，原来我今天踩在地板上，那就马上去看医生，然后照 MRI， 照出来 MRI 照出来，你就看到我的椎间盘那边就 L5S1 的地方凸出来一小节，那一节就医生就说哦，我这是椎间盘突出，继续去拉腰干，然后你就回家休息，因为你还年轻，就回家休息，躺一躺，几个月就好了，2、3个月就好了。哦，我就想哦是这样哦，好。但是我那时候就很痛，我那时候他就跟我说，你如果今天有尿失禁，或者是你真的没办法，直接是什么脚麻到一直麻到不行很痛的话，那你再来开刀。我心里想说，我是麻很痛，但是我觉得自认为我 hold 得住 ，OK， 那我会怕嘛，因为开刀我会怕，所以我就不开刀，那我也还没尿失禁，我还可以正常的拉屎跟尿尿啊什么之类的。那 OK， 我就回来休息，一躺就躺了3个月。我那时候每天的生活就是躺床上，然后出去吃个小早餐，然后那时候的生活就是我真的没办法站超过1个小时，我只要一坐下来，腰有负重放到这个椅子上，我马上就会痛，就有感觉，就是一整个这样，好像长痔疮一样。虽然我是没长过了，就这样。那时候状况每况愈下，为什么？因为第一个你不能动，你就觉得你腰一直在痛，你也吃不下饭，就变成是身体连带整个器官啊，什么其他里里口口它就整个身体机能退化了。那时候我又会滑 Instagram、滑 Facebook， 会走心啊，因为我2020年大4，人生正青春正要开始毕业，然后大家都去找工作啊，去干嘛的啊，出去玩啊、避旅啊什么之类的，但是我却得躺在家里，看着我天花板，然后就想说思考一下我自己的人生那一步干呢？啊，这不是重点，反正其实就是有时候身体出现了出现一些状况，只有针对那个部分，但是会变成说，因为我心态的关系，我不能动，不能什么，不能流汗，就会变成是我那时候消化不良，吃东西吃不下饭，因为会痛啊，就是没有心思吃那些东西啊，然后看一些有的没的就很累啊，越来越弱，所以我的体重从66，那时候好像差不多到7月了，我就直接1个月瘦10公斤，哦，超快，变成56公斤，所以那时候我就整个人都消下去了。然后我的屁股最明显是屁股那边，我的屁股变塌下来，不然以前算是可以跑可以跳，觉得很开心，但现在都不能了。那之后那时候就觉得说，心里这样想说，这样不是办法，我总不能这样一直躺吧？我这样躺了2、3个月啊，结果怎么好像一点好的迹象也没有？然后我走路也不行，走路走不远，站也站不久，更别提坐着，都只能躺。我那时候就跟废人一样，你就一直躺在那边，什么事都不能做。就顶多看书，然后就滑 Instagram、滑 Facebook， 然后各种走心这样，那就到这样子来到了2020的9月份，后来就找到一个叫做增生治疗的东西，就跑去转到台北的马街疼痛科。他就说年轻人大部分的症状是椎间盘的纤维环，因为充满了水分，年轻人的椎间环充满水分，然后纤维环撕裂，所以里面的水核溢出来。然后去压迫到神经后面的神经，所以你刚开始的症状就是全部集中在这边，腰就是很明显啊，针对一个这边的点，腰很酸痛，特别酸痛。但是你那时候刚开始不会讲嘛，因为你等于是一点点椎间盘的纤维环撕裂造成周边的神经跟有发炎，但仅此而已，就变成是刚开始都还好，但是一旦受到很大的压力，啪，我的椎间盘就像气球一样的啪爆开来。那所以我们采取的方法是，就算你今天开刀了。把你挤出来的那一块东西拿掉了，那你的那个破洞，椎间盘上面的破洞还是在，你总是要想办法补起来吧。所以他采取的方式就是用增生疗法，把羊膜、PRP 这一类的东西搭进去，让我纤维环的那个洞把它补起来。但他那时候也只是推测哦，他也是推测分析给我听。我觉得看医生最好是怎么看？第一个，看这个医生有没有同理心，就是他有没有办法让你感同身受，有没有办法说哦耐心的去分析你的病情。然后第二个
就是给你处置方式，就是你要么开刀会发生什么事，你要么做增生治疗会发生什么事，然后就是还有接下来就是预判你的症状接下来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没空预想，真的都是被他说中，就是我真的是越来越弱，然后什么之类的。OK， 那我是知道2020的9月24号哦，那时候距离椎间盘破裂2020 5月份那时候破裂已经来到4个多月。那我那时候怎样确认我是破裂？怎样叫做椎间盘破裂？它的方式就是把一根针插入我的脊椎的纤维环里面，这样进去之后，然后注射显影剂，照 X 光。那正常的椎间盘如果注射显影剂进去，你就发现显影剂会集中在那个椎间盘里面。到时候我会附图啊，椎间盘里面。那如果说有破裂的地方，那很明显用想也知道，你就看到那个里面原本里面要有东西都只有集中在里面，你就发现怎么漏到旁边来了？对，然后那时候就是确认说，哦，我是椎间盘的破裂，那所以能做就是接下来就是采取打 PRP， 然后就把那个洞给修补起来。那我第一次打 PRP 是在2020的10月8号，第一次我打的是 PRP， 那时候打 PRP 打下去有效，觉得有 feel， 就是好像要改善一点，但是也不是太多。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印象，在2020 12月10号的时候，有一次半夜发生地震，那一次地震还蛮大的。结果我在2020 12月份的那一次地震啊，晚上哦，我就吓到跑起来，我就跳起来，唰塞，那时候腰有小闪到一次，干那时候就痛，真的痛。那怎么办？你好像比较好，就瞬间用原本曲线是好像有这样上来的，就哇又下来，所以我决定了，好了，那我既然打了 PRP 有效，有觉得有 feel 了，那如果说更有效的方式是羊膜，那时候是医生是这样说啊，但是羊膜也比较贵，好吧，那我就想说好了，那我就2020 12月24号再去打羊膜，这次羊膜打下去的感觉就好很多了，羊膜比较不会那么刺激的，我指好很多是指说注射进去的那种当下的那种感觉，打 PRP 真的比较痛一点，但是打羊膜就比较还好，可能是因为量也比较少。那打了羊膜之后，我就觉得说羊膜副作用比较少，然后我那时候可能也是我之前的 PRP 有恢复，就到了2021的1月份。好，2021 1月份的时候我就去做皮拉提斯，那刚开始就是超懒啊，什么事都不能做，就顶多这样啊，抬个腿我就累了，抬个腿我就快暴毙了。但是我的采取的做法就是打了针身之后，我就去做物理治疗，然后去皮拉提斯复健，然后我自己是热敷，3不5时去中医报到，然后我妈有弄中医的东西给我吃。然后有那个里面就包含龟鹿二仙胶，所以就是反正就是各方面各种东西都去 try。到了2021 3月份，我就发现说我比较可以做啊，比较可以走动啊什么，但是还是没办法恢复到像我现在这样子，就是可以通车搭车去哪边玩一下，或者去个面试、去个工作什么之类的。OK， 那就到了2021的3月份，那我那时候也是好了，那我就这次就下定决心来个大的，什么？我就是打 PRP 加羊膜。那这次打进去的感觉就特别痛。因为它好像是量特别大吧，所以会特别刺激还是什么？然后我的急性期都是打进去之后那一段像腰闪到的感觉就比较久，好像来到了4个礼拜吧。那这一次打进去，进步很多哦。可能是我物理那个皮拉提斯有做的比较好，然后我也不知道我的病况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我的身体的运动啊、动作状态啊什么之类的，我都有去改善一点，跟修正一些我之前的不良的姿势，所以就是。各种东西啦，就像那个谁之前柯 P 说的，就是什么东西都是进步个1.1、1.1，然后1.1的 n 次方就会变得是更好，就好很多这样子。所以其实没有说今天打了 PRP 就会好，今天干嘛开了一个刀之后就会好，没有，这是错误的观念。真正的观念是说我这边改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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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东西一起慢慢的一点一滴去改善，你就会发现，好像改善了不少了。好，那我这样子就一路到了8月份，到了8月，那我8月份的时候就再一次又去淡水马街报道了。为什么？因为那时候 PRP 加羊膜的时候做完是有效，特别有效，但是有一个症状我一直没办法去改善它，就是我的脚麻。我那时候脚麻是，就是就还是会麻，就觉得说不对啊，我这个麻。
我的椎间盘好像有状况有比较好，但是这个麻的东西就是一直不能去克服它，就是三不五时给你麻一下，麻一下，麻一下，你就会不舒服啊，就会觉得怪怪，就改油什么的，然后就决定，好了，那我就再做一次羊膜。这一次我就不打 PRP 加羊膜，因为我觉得那个 PRP 加羊膜量太大，又特别痛，不是很喜欢，所以就改打羊膜。那我们这一次做的羊膜就比较特别，这一次我有跟医生讨论哦，是我自己提出来的，就是医生听了之后就采取就是。一般来说，我们打进去都把所有的剂量啊、羊膜那些剂量打进椎间盘的里面嘛。那我这次不一样，我是除了打进去里面之后，我留一点剂量来去打外面的神经根。第4次做这个增生治疗，有哦，我的那个麻的感觉真的是减缓很多。所以从2021的8月份一路到现在2022的3月哦，3月2号，对，3月2号。到现在，我的麻的状况是真的是几乎啦，要真的是蛮累的时候，或是可能我一整天这样走下来，或是干嘛的，才会又恢复有点那种麻麻的感觉。就是其实这个椎间盘这种腰痛的症状，应该说会跟着我一辈子，这一点我是接受的。刚开始不能接受，但是我现在是可以接受，因为我真的恢复很多，我接受了。那麻这一块，就是我就把它当做是一个我这一辈子的。疼痛纪念品吗？就是提醒我哦，姿势要正，不要胡搞瞎搞，然后要想起我之前是怎样做治疗，怎样的去面对它，就这个，就反正麻也没办法嘛，那你就是转换自己的心态，在合理的情况下转换自己的心态，说哦，我去接受这个麻，那我是不是就当做一个讯号，一个 signal 之类的，就提醒我自己。OK， 那这以上就是我治疗疗程。都是一点一滴累积而成的啦。那我这次影片呢，就先到这边，之后我会再分段落、分主题来详细叙述我在治疗的时候里面手术里面有什么，然后花费里面是什么，还有我自己的姿势调整有什么，跟生活形态改变有什么，就这一类的。OK，那我就到这边喽，拜。